这大鸭和二鸭有没有跟你说今天下午他们家里边发生什么事了？大鸭说他爹爹升职了，但是张爷爷降职了。13说傍晚的时候，宫里派人去张府了。你明天早上啊，去张家，等一下大鸭二鸭。若是碰上你干爷爷，就跟他说我们答应了啊，别被其他人听见啊，尤其是你那个蠢笨的张叔叔，知道吗？阿宝点头。见天色已晚，阿宝抱着那个果子就准备回自己的院子。他以为自己做得很自然。找阿宝还想更胖是吧？阿宝眼睛一亮，他喜欢胖。放下，人麻利儿的滚蛋。赵恒懒得跟阿宝掰扯，刚刚阿宝在张府肯定没少吃，要不然走路也不会那么慢吞吞的。阿宝瘪瘪嘴，见真的没有办法，只能乖乖地放下果子，老实地离开了。阿宝离开以后，赵恒让毛13将赵轩和安平给喊了过来。坐，有点事儿，你们俩听听。王春娘就简单地将今天傍晚张家发生的事儿说了出来。说说你们俩的看法。皇上削弱张爷爷的官职，应当是想打压张爷爷。或许是张爷爷跟我们走得太近，皇上动不了姑父和姑姑，所以就拿张爷爷下手。赵恒点头，他又看向了赵轩。皇上应该还想打压张家，张爷爷看起来比张叔叔聪明，让张叔叔升职，或许张叔叔会成为张家的突破口，张家或许会因此引来大祸乱。不过最后这句话赵轩没有说出口。不错。王春娘看着3人在一起讨论，她笑了笑。赵轩和安平跟阿宝他们的目标不一样，2个人都有步入仕途的打算，所以年纪小的时候就接触这些也是一件好事儿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阿宝就跟大宝一起去张府喊大鸭二鸭上学。张尚书正在一边看书，旁边还摆着几盘点心。阿宝趁着吃点心的时候，将爹爹交代给自己的话告诉了张尚书。张尚书摸了摸阿宝的小脑袋，交代管家将这些好吃的点心都给孩子们打包。阿宝完全忘记了昨天夫子的交代，欢喜地带着一包点心和小朋友们一起去书院了。可能是点心的诱惑力太大了，阿宝上课的时候又偷吃了，不仅偷吃，还漏了一地的渣渣。夫子忍无可忍，罚阿宝站，而且让阿宝将整间屋子都给扫一遍。阿宝看着这一整间屋子，虽然有几个小伙伴的帮忙，可是看起来还是工程量很大。阿宝，你去雇几个人？可是爹爹不让我在这里用钱。傻了吧唧的，不用钱，用点心啊，我们不是还剩不少点心吗？所以在梁康的指导下，整个屋子里的小朋友几乎都出动了，很快这屋子就被打扫干净了。阿宝，我建议你明天也偷偷给夫子带点东西，这样以后你上课偷吃，夫子也不会点你名了。阿宝就将这件事情给记在了心里，而且特意挑了一盒他最喜欢吃的点心，在第二天送给了夫子。可是几个娃不知道的是，这所书院的所有夫子都是精挑细选的，因此阿宝这个举动非但没有拉拢夫子，反而还让赵恒在中午的时候被喊到了书院。阿宝爹，你来了，你看看阿宝做的好事吧。我知道你们的家庭环境很好，但是孩子们从小就知道投机取巧也不是什么好事儿，竟然还想贿赂夫子。赵恒看了阿宝一眼，但是并没有当着夫子的面责怪阿宝，只是安静地听着夫子说话。今天的事情我可以既往不咎，但是以后请不要让小孩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了。赵恒点头。夫子转头去看阿宝，见阿宝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。也别责骂小孩，到底是小孩子，除却上课偷吃东西，阿宝还是个不错的小孩。阿宝眼睛一亮。赵恒点头。见此，夫子这才离开。说吧，谁给你出的主意？康康给我说的。爹不是说过不能用钱吗？点心也是钱买的，跟钱的性质一样。我知道错了，下次不敢了。还有呢？我以后上课再也不偷吃了。有点数啊！你现在已经很胖了，再偷吃，
以后你来上学什么零嘴都没了。阿宝扭了扭小身子，只能被迫点头。阿宝这天是跟赵恒一起回的家，父女俩回来的时候，老药王还诧异得很。你们俩怎么一起回来了？你不是说今天有事儿，要让春娘去接娃吗？赵恒看了一眼跟在自己腿边的胖墩墩，没好气的道：哎呀，又被请家长了。哈哈，这说起来怎么感觉距离阿宝上次被请家长已经过去很久了呢？阿宝撅着嘴看向老药王，爷爷这话听起来好像也不是夸人的呢。行了啊，收拾收拾，快到点了，带着东西去找大丫二丫。阿宝啊，你要记得，你药粉别撒太多。阿宝点了点头，就嗖嗖地带着长毛跑了。非得走到这一步吗？会不会有点伤人呢？他总觉得张尚书做的是不是有些狠了？难道真的要这样对张将军吗？怪只能怪他自己太蠢，这么大年纪了，还要一个老头设计保护他。这不跟你一样吗？阿宝笨，只能让你操心了。我会跟阿宝说，你说他笨。老药王气得骂骂咧咧。你怎么打小孩哇？你不能打小孩的，你得跟小孩讲道理。我爹爹就是这样的。你爹，这可是我儿子，他们俩不老实，我就打。说着，张将军又拍了2下，然后大丫二丫就开始哭。一时之间，张家的院子里就乱成了一团。张将军最后受不了吵吵，干脆又打了2下，然后就扔下娃走了。一见他真的走远了，原本吵闹的前厅顿时安静了下来。阿宝将小药瓶给摸了出来，大宝接过小药瓶，就朝着阿宝道：阿宝，我要给他们涂药了，你要转过身子去，不能看他们的屁股。阿宝点头，乖乖地转过了身子，还用2只胖爪爪捂住了自己的眼睛。我爷爷说了，这个药一点也不疼，你们就当睡一天觉。都别往外说啊，今天离开张家，就当什么也不知道。几个娃同时点头。半刻钟后，张府的管家带着阿宝他们在后院找到了张将军。张叔叔，你快去看看大丫二丫，你把大丫二丫打晕过去了，我已经让张爷爷去找我爷爷了。小男孩就不该娇生惯养，你们不要大惊小怪的，他们俩就是被他娘给惯的。梁康直接上前将张将军给拖着走，可是张将军力气多大呀，一个娃根本就没有办法将他给拖动，所以最后张将军也没有动弹，只以为2个娃是小毛病。这天晚上，张府爆发了好大的动静，张尚书连家法都请出来了。大丫二丫高烧昏迷不醒，老药王一直待在张府给他们熬药，整个张府都弥漫着一股药草的味道。张将军在祠堂里跪了一夜，他没有想到自己不过就是拍了几巴掌，怎么会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来，竟然还会晕倒。少爷，老爷有请，请您去前厅吧。也就是这天早上，张府传出了消息，张尚书跟张将军断绝关系，此后不再往来。张家的2位孙少爷听说也一直没有醒。这个消息传出来的时候，赵恒听见了，笑了一声。哎呦，看宫里什么反应了，估计啊得跳脚喽。宫里，裴文帝在听见这消息的时候，气得直接将书桌上的奏折全部都挥开了。他故意给张将军提拔了官职，他原本想要找个罪名给张将军安上，然后再让张府连坐，这样就可以将张府一窝端了。可是眼下张府提前逐出了张将军，再连坐就不是那么容易了。张家现在什么动静？听闻张将军还跪在张府的门口不肯离开。犟脾气，真是蠢死了。快点，给我们点肉饼吃，饿死我们了。张爷爷说不让给你们东西吃，要不然你们的脸不够苍白。就在这时候，张尚书，皇上不放心，派我带太医来瞧瞧。大太监进屋的时候，就迎上了一排胖乎乎的娃，在这一排娃娃里面，就属赵家那个女娃最胖。公公，我们2位小少爷就在这里，烦请太医帮忙瞧瞧吧。
太医查看的时候，大太监朝着管家问道：“你们家老爷呢？”“老爷在老药王那边，我们张府会誓死保护2位小少爷的安危。”大太监被吓了一大跳，因为他很明显的从这管家的话里听出了愤恨的味道。“太医，我们家小少爷该如何？”“下手有点狠呐，屁股都青紫一片了。”管家一脸的崩溃。老太医没再说话，转身就走了。只不过快向阿宝的时候，他的嘴唇微微的动了动，好似是说了2个字。大太监最终还是一无所获，带着老太医离开了。“老爷，宫里这次也是动真格了，听闻这位老太医今年就要离宫了，竟然将她给带来了。”“这位老太医没说什么？”管家摇头，张尚书也没有再说话。大丫二丫的屋子里，阿宝因为刚刚那个老太医的唇语还在纠结。“阿宝，你们别走神了，我要开始总结了。刚刚你们的表情还有些不太好的地方，你们装的没有那么像，一定要在心里想成大丫二丫马上就要嘎了，一定要有这种感觉，不能对吃的太过认真。”几个娃乖乖点头。“我跟你们说，我们俩现在这样可好了，我们在这里躺着就好，明天后天也不用上学了。如果顺利的话，我们能躺到过年呢。”阿宝惊讶地瞪大了眼睛。“过年吗？哇，那也太好啦，竟然可以不去上学哇，太让人羡慕啦。”“好了，咱们该回去了。”大宝见阿宝那眼睛锃亮的模样，他赶紧拉着几个娃要走。二丫往床上一躺，嘴里哼哼道：“真好呀，我也想这样。”阿宝就带着这种羡慕的情绪回到了自家。“我也屁股疼，跟大丫二丫一样。”赵恒直接将旁边花瓶里的一根细竹竿给拿了出来，朝着地上胖乎乎的那一坨就挥了过去。一听见这动静，阿宝吓得赶紧爬了起来。“怎么，你想学大丫二丫呀？行啊，那我就把家里所有的花瓶都插上细竹竿，好不好？”“我不敢了，不敢了。对了，我碰到一个老爷爷。”阿宝忽然又想起来那个老太医朝着自己说唇语的模样。“怎么办？他是不是盯上我们阿宝了？”“阿宝，模仿一下。”阿宝模仿不来，因为他根本记不住那个口型。“阿宝啊，是个老头吗？说是太医。”阿宝点头。“那我估计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了，他应该在跟你问好。”“可是奶奶，我不认识他哇，他跟我问好，是不是黄鼠狼？黄鼠狼？黄鼠狼给鸡拜年。”“如果没猜错的话，老太医应当是在跟你说师妹。10几年前朗州水患的时候，我们曾经帮艺人还上过方子，教过他一些东西，他一直以师傅称呼我们，想必是他。年纪月末也对得上，年纪比我们俩也要大上一些。”“爹娘的关系网有点厉害，看来我跟阿恒赚翻了。”“那是，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，加上隔壁的老岳头，你们都有3个宝了。”“我也是哇，1、2、3、4，应该是4个才对。爷爷不会算数。”“来，过来，爹教你看唇语，怎么样？”“爹爹，我现在玩的时间都很少啦。”“啊，是吗？那怎么李壮说你每天早上光去吃饭就得半个时辰呢？那你学不学？”“学。”“大点声，我听不见。”下一秒，阿宝那大嗓门差点把赵恒的耳朵给震聋了。“听到了吧？”接下来的几天里，阿宝他们就准时的去上学。至于大丫二丫还在家里躺着。张将军自从被迫跟张家断绝关系后，起初他没觉得有啥，觉得是张尚书小题大做。可是当知晓大丫二丫很久都没有好起来的时候，他就在张府的门口跪了下来，以至于他升迁之后甚至都没有来得及去报道。“张将军，您该走马上任了。”“公公，我做出如此伤天理的事情，我不配当守城将军。
谁管你配不配呀？你到底去不去呀？你是不是有病啊你？公公，我想请辞，肯定是上天觉得我有瑕疵，还不配赴任这个官职。他没有想到自己这次回京，竟然落得一个妻离子散的下场。这人是不是有病啊？宫中的太医来过，2个孩子伤得挺重的，倘若真有事儿，将军要如何？倘若他们撑不过来，我会给他们陪葬。为人父竟然害死孩子，我活在世上也没有意义了。真是个犟种！大太监超级小声地吐槽道，近乎于无声了。可是下一秒，一道奶声奶气的声音在旁边响了起来。真是个犟种！什么鬼？结果就看见一个胖墩墩带着一只狗站在一边。他们俩在说啥呢？犟种是谁？是巧合吗？这次大太监都没有发声，只是嘴唇动了动。下一秒，阿宝就又原封不动地重复了。是巧合吗？大太监立即发现了不对，这小姑娘好像是会唇语，所以他也不在这里逗留了，立即带着人离开了。我们约好了在这里集合的，看看他们怎么还不来哇？此时瞧见赵家这个胖墩儿活蹦乱跳的，他心里就无比的后悔。胖墩儿，你爹平常打你吗？当然打哇，我爹爹有时候都转着圈打我，小竹竿、小木棍、戒尺，有时候还用鞋底。什么鬼？你爹用鞋底打你？是呀，我爹的鞋底打人还挺疼的，不过细竹竿打人最疼。那你一个女娃娃，他打你，你不疼吗？疼啊！但是我爷爷说，都是我不听话的时候，我爹爹才打我，而且我爹爹打完我还会给我买瓜子儿，还会跟我说为什么要打我，我下次应该怎么做。买瓜子儿？你就被他的瓜子儿给骗了？张叔叔，为什么你说我爹爹骗我哇？我很喜欢瓜子儿哇，我爹爹才没有骗我呢。那你爹用瓜子儿糊弄你，这还不算骗？张叔叔，你不喜欢瓜子儿吗？可是我周围的人都喜欢哇，我哥哥也喜欢，我哥哥有时候也攒钱给我买瓜子儿。阿宝说着，还从自己的大兜兜里掏啊掏，很快他就掏出了一个递给张将军看。张将军就看见那胖乎乎的手心上躺着一个金瓜子。阿宝，我们来了，快点快点，我娘让管家带过来很多冬枣，我们去吃。阿宝的后面，大宝和大喜也跑了过来。大喜，你带了肉饼没有？带了。然后一群娃就从张将军旁边呼啸而过。张将军今天受的刺激太大了，他久久都不能回过神来。原来赵恒是这样教育小孩的吗？阿宝，刚刚你跟张叔叔说啥了？张叔叔的眼睛怎么瞪得那么大？张叔叔想看看我的金瓜子，我就给他看了。我娘也给我整了个小金猪，我待会儿给你看看。不远处听见这些对话的张将军沉默了。他这个当爹的从来没给大丫二丫整过金瓜子，军营里发的银子都被他贴补给那些贫困的兄弟们了，他甚少往家里拿银子。不得不说啊，孩子们的对话到底还是让张将军陷入了沉思。梁夫人对孩子们一直很好，瞧见几个娃都到了，她让管家给孩子们收拾好地方，然后就让仆从们都退了下去，将空间都留给孩子们了。阿宝也听不见他们说什么话，就坐在那里一直在啃枣。赵恒找来的时候，几个人都吃得肚皮滚滚的。梁康是最先看见赵恒的。干爹好，康康给你请安了。哎，谢谢，坐下，别一惊一乍的。干爹，你是来带阿宝回家的吗？你不用跑一趟，我们会送阿宝回去的。我呀，是来找你们的，今儿晚上带你们去打弹弓啊。一听打弹弓，就连大喜的眼睛都亮了起来。你们现在先练习一下，天黑以后我来接你们。宫里，
大太监如实的将张将军的事情反馈给裴文帝。一根筋。皇上，张将军那副模样，估计跪不了多久了。朕知道张老头想搞什么鬼，张老头也就是想通过这个方式来保住张将军的命。可朕最讨厌别人算计朕，命令下去，让暗卫今晚出动，直接杀了张将军，留下痕迹，嫁祸给赵家。你们不是要穿一条裤子吗？朕倒要看看，这条裤子你们还能不能穿上？皇上，赵家会不会又发疯啊？奴才今天去看张将军，结果赵家那个女娃竟然能读懂老奴的唇语。雕虫小技！来，排队站过来，每人穿上一件金丝甲啊！干爹，这个东西不便宜吧？保护你们的，好好穿着，天黑就准备，知道吗？天黑之后，赵恒和毛13还有9毛他们就将几个娃全都抱到了屋檐上。待会儿啊会来人，一来人你们就打，这打什么地方不用我重复了吧？康康他们同时点头。张将军已经有些跪不住了，他有些踉跄的刚要起身，就在这时候，一批黑衣人飞了过来，手里的利刃直指张将军。张将军原本就因为儿子们的病情心情烦躁，结果此时瞧见有人刺杀，他就更来气了。不过就在这群黑衣人杀过来的时候，另一群暗卫也冲了过来，两方人缠斗在一起，以至于张将军竟然是毫发无伤。打！梁康他们眯着一只眼开始拿弹弓打人，康康他们一打一个准儿，只有阿宝打了好几次都打不中。你要是能打中5次，我就给你个金瓜子，怎么样？阿宝想了想自己床底下那么大的向日葵，他觉得一点动力都没有。嘿嘿，送你1天假，如何？你若是能打中5次，明儿个我陪你去请假，明天不上学了。一听这话，阿宝立即来劲儿了。一片乱糟糟里，阿宝竟然也成功了几次。宫中的暗卫没有想到还有另外一波暗卫掺和，眼瞅着他们伤亡有点严重，其中一个暗卫就故意朝着地上扔了一个牌子，凑近一看，显然是赵家的令牌。毛13立即趁乱弯腰将那令牌给收了起来，换成了一张宫中的令牌。所以等到宫中的暗卫们慌乱逃离后，留在原地的除了张将军，就是一张宫中的令牌以及一地的泥巴丸。张将军捂着胸口，弯腰捡起了那张令牌。张府的大门也在此时打开，张尚书从里面走了出来。跟我进来。爹，我儿子们怎么样了？到底怎么样了？刚才的事情你怎么看？你觉得是谁对你下的手？一听张尚书这话，张将军立即将那个宫中的令牌给拿了出来。爹，你不会是为了挑拨我和皇上的关系，故意派人来刺杀我的吧？您不想要我这个儿子了吗？我知道我犯了错，我挑拨你和皇上的关系？哼，那我问你啊，你和皇上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忠诚守国。张尚书真的是被气笑了。纵使我一个不会武功的老头子都能看得出来，今天来了2拨人，一波要杀你，一波要救你。杀你的那拨人我不清楚是谁，但是救你的那拨人你自己看吧。这群孩子们经常凑在一起打弹弓，就用泥巴玩，这是达雅尔雅他们之前晒的。张将军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。你若连好歹都分不清，就你这脑子，你凭什么觉得自己能胜任护城将军一职？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他愿意跪着就让他跪着吧。可是皇上，张将军一直在大声的喊着，说昨天半夜有携带宫中令牌的人要去杀他，他希望皇上给他主持公道啊。让人将他带走，他若不肯，你们该怎么做，不用朕教吧。所以半刻钟后，张将军被一群侍卫架着送离了皇宫。皇上不会这样对我的，皇上不会这样对我的。虽然嘴里这样嚷嚷着，但是他昨晚一夜都没有睡，所以他现在饿极了。想到之前听儿子们说街口的那家摊子很好吃，他想了想，还是抬脚朝着街口的那家摊子走了去。好巧不巧的是，
张将军就在这里碰见了赵恒父女俩，远远的他就看见了那个坐在长板凳上的胖墩儿。姐姐，真好吃！我今天不上课，要吃得晚一点。好，13呢已经给你去请假了，你可以多吃一会儿啊。他亲口答应的，自然不会失信于阿宝。阿宝一听这话，嘴巴都要咧到耳根子了。张叔叔，你也来吃哇，小馄饨很好吃的。李壮听见阿宝这样说，甚至还送了张将军一小盘腌蒜。这是我媳妇儿腌的，阿宝不爱吃，大人尝尝。你认识这胖墩儿？李壮叔叔对我可好了，给我的小馄饨都很大。多亏了阿宝他们，我们一家才能在这里做得长远。李壮叔叔，张叔叔是大鸭二鸭被逐出家的那个爹爹。原来大人是大鸭二鸭的爹爹，大鸭二鸭也可听话了。有时候我忙的时候，他们还跟着阿宝一起帮我收拾桌子。张将军沉默了，他从来不知道大鸭二鸭年纪这么小就会在外面帮忙了。对了，大人，我听说大鸭二鸭生病了，这是我媳妇儿做的酱肉，你给他们俩带回去一些吧，孩子们都有。张将军坐在那里沉默许久。李壮叔叔，我去给大鸭二鸭送。张叔叔傻啦。阿宝吃饱喝足，接过了李壮手里的东西，也不让赵恒帮忙，自己哼哧哼哧的就往前走。大宝他们都去上学了，你去哪儿找人玩啊？康康呀，康康也不去上学了，我们说好了。嘿，娘的，翘课还得约好了。姐姐，你回家吧，我要去找康康他们玩了。待会儿我们去大鸭二鸭那里吃酱肉。说完，阿宝就一溜烟跑了。赵恒走到府门口的时候，长毛正趴在门口晒太阳。赵恒用脚轻轻地碰了长毛一下，长毛立即朝着阿宝的方向跟了过去。赵恒准备出发去铺子里了，结果一身狼狈的张将军上了门。赵恒，我要瞧瞧你是怎么当爹的。大鸭二鸭好之前，这里不欢迎你。说完，他就抬脚走了。张将军本来就是鼓足勇气说的，赵恒一这样说，他顿时也不敢开口说话了，有些尴尬的快步离开了。张府大鸭二鸭的屋子里，4个娃凑在一起欢快地吃着东西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我们俩真的闷死了，我们还要装到什么时候啊？多好呀，你们还不用上课。我昨天打中了5个泥巴丸，才能今天休息1天呢。阿宝，我也想换爹了。你不应该跟阿宝说，你应该跟你娘说。我反正已经跟我娘说了，让我娘积极的去找。就在几个娃叽叽喳喳的时候，外面看门的管家忽然敲了敲屋门。一听见这一动静，大鸭二鸭赶紧擦了擦嘴，一溜烟的跑到了床上躺着。张将军进来的时候，就瞧见了嘴角还挂着残渣的阿宝。大鸭二鸭还没好呢，你们俩怎么在这里吃东西啊？阿宝想了想，到底还是没有说出话来。大鸭二鸭肯定爱吃，我们在这里吃，他们俩也能听见。阿宝跟着点头。你们俩以后不要在这里吃。可是张叔叔你说的不算，张爷爷说了算，是不是管家爷爷？后面跟着的管家点了点头。少爷，您的探视时间到了，尽快离开吧。阿宝、康康，我今日出去置办了一些果子，你们要不要吃啊？梁康立即从后面拖出一个小筐子来，朝着管家道：我娘给我带了一筐。张将军看着那筐子里的那些新鲜的水果，这大冬天的，单单是这些水果就值很多钱。好，那你们先玩啊，有事情就让长毛去找我。说着，管家就带着张将军离开了。他走到门口的时候，就瞧见一只很胖的长毛狗趴在门口。这狗不会伤了小孩吗？让它在这儿不安全吧？少爷，您可别忘了，2位小少爷是因为您打人了才躺在里边的，有什么父爱，您还是等着2位小少爷醒来以后再说吧。张将军被怼得说不出话来，只得被管家送出了张府。他无处可去，只得又去宫门口跪着。真是晦气，这个人怎么又来了？你们做什么？
你们挡住我们吃饭啦！你们是骊山书院的，算你识相。兄弟，你怎么这么能装啊？粗鄙之人言粗鄙之语，你们俩都是破山书院的吧？就教出你们俩这样的粗鄙之人吗？你说谁？他是林丞相家的孙少爷，是我们书院这一批里读书最好的人，他叫林志清。哦，那也不是你挡我们吃饭的理由啊。林志清没有说话，只是目光看向了阿宝。听闻你哥哥赵轩学富五车。学富五车是什么哇？为什么是5个车？我哥哥应该是100个车。林志清听闻赵轩很是聪明，他想会他，但是始终没有见到，便想着来见见他的妹妹。结果他妹妹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。你熟读四书五经吗？我今天不上学，我不想说上学的事儿。我饿了，我要去吃饭啦。说着，他就拉着梁康要上楼梯。林志清就是在这时候伸出手拦住了阿宝。一看有人拦着自己吃饭，阿宝小短腿一抬，朝着林志清就踹了过去。不过他的腿太短了，没踹中。我跟你说，你别挡着我吃饭，要不然就把你打哭，跟苏大苏二一样。苏大苏二是兰花街那苏家二兄弟吧？想到这里，他伸出去的手就收了回来。你们想找我们打架，那也等我吃饱饭哇！你们给我等着，吃完饭我就下来打你们。阿宝现在可不会怂的。康康，我想吃糯米肉丸啦。我都点了，我还要了青青果汁。后面林志清的小弟们，什么是青青果汁？果子榨汁？他们俩一看就是学习废柴吧。酒楼后院，小二急匆匆地跑过去找梁夫人。掌柜的，您快去看看吧，少东家和阿宝大姐有些不太对啊。阿宝大姐？梁夫人倒是最先注意到了这个称呼。小二有些尴尬地点头，语气也有些无奈。掌柜的，我喊阿宝小姐她不乐意，非得让我喊大姐。你接着说，他们俩怎么了？饭菜都送过去了吗？哎，都已经送过去了，但是您还是亲自过去看看吧。康康，今天要多吃，我还想再吃一个鸡腿，要不然我吃不饱的话，我待会儿没办法下去打架，会打不赢的。别怕，你先吃，我刚刚已经让人去通知大哥了。两个娃嘚不嘚地说着，小二赶紧给梁夫人比划道：掌柜的，他们俩小孩小的怕他们吃撑了。梁夫人就在这时候敲了敲门。喂喂，我们在吃饭，不见人的。阿宝，是干娘。然后屋门就被打开了，梁夫人就瞧见两个娃守着一张桌子，桌子上摆满了好多吃的，明显超出了两个娃能吃的范围。娘不反对你们吃东西，但是吃这么多不能浪费，剩下的要带回去的。娘，我们都准备好食盒了。怎么了？听小二说你们俩要找人打架？干娘，是他们要找我打架，我要吃饱了才能下去。这个理由让梁夫人无言以对。阿宝，康康。赵轩风风火火地赶了过来，正巧碰见了大家都在一起，一看见自家胖妹妹正乖乖地坐在那里啃鸡腿，赵轩这才放下了心。干娘，麻烦了。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刚才我听到两个孩子说了，说是林丞相家的孙少爷林志清要见你，所以找到了阿宝这里。林丞相？赵轩对这个名字有些陌生，这位既然已经官居丞相，可是好像也没什么建树啊。据我所知，这位林丞相最擅长的就是拍马屁，行事也比较离谱，林家私下也做一些倒卖的勾当。梁夫人是经商的，所以她对这方面比较了解。至于他这个孙子，其他的我不太了解，但是名字的由来倒是清楚一些。据说当年这孩子出生的时候，有算命先生说过，这孩子跟鱼相处，
所以便取名至清。因为水至清则无鱼。干娘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嗨，就是他怕鱼的意思。哦，不必怕，总归是在咱们自己的场子，出不了什么大事。阿宝可不管大人们说什么，他吃饱了就从板凳上跳了下来。只不过没有人看见的是，他顺手抓了一条油炸小黄鱼，用帕子包了起来，塞到了自己的大兜兜里。哥哥，我们要出去打架啦！阿宝拉着康康就往外跑。康康从来没有掉过链子，两个娃率先跑了下去。不过当看到林志清带着几个娃还在酒楼的时候，梁康都有些诧异。你们竟然没走？君子言而有信。君子是什么？阿宝可不管，他凶巴巴的上前就要打架。我大哥来了，你不是要找我大哥吗？林志清抬头，果然瞧见一个比他大几岁的小少年。你就是赵轩？你找我有何事？听说你读书极好，我想见见你，也想看看破山书院到底能教出什么样的人来。现在你见到了，你若想比试读书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若是想找我弟弟妹妹的麻烦，烦请尽快离开。就在这时候，阿宝忽然从大兜兜里掏出了一条油炸小黄鱼，朝着林志清的身上就扔了过去。下一秒，他就跟疯了一样，带着一群小弟嗷嗷地跑了出去。哥哥，我把坏人打跑了。赵轩低头看了一眼那被扔在地上的小黄鱼，阿宝立即上前又捡了起来，用帕子包好，嘴里嚷嚷道：我没有浪费粮食，我带回家给路上碰见的猫猫吃。赵轩到底没说出什么责备的话来，毕竟阿宝可是一招制敌呢。娘，他爹是很大的官吗？我刚才还说他装呢。那你后悔吗？害怕吗？不害怕，不能因为他官大就害怕。而且我想通了，我们之前说过的，我们杏花街的人不能怂。我们什么都不怕，我们是杏花街的老大。赵轩扶额，这都跟谁学的呀？跟着赵轩回家的路上，阿宝果真碰见了小野猫，便将小黄鱼给了小猫吃。孩子们玩性大，走到半路又不肯回家，所以等阿宝这天回到家的时候，已经是傍晚了。哥哥，我上学真开心。赵阿宝啊，你今儿个出去玩了一天，就没给爹带点什么礼物？糟了，真的没有给姐姐带什么礼物，怎么办啊？阿宝伸出胖爪爪，着急地往自己的大兜兜里掏啊掏，然后眼睛一亮，他掏出一块帕子，噔噔噔地朝着赵恒跑了过去，很是郑重地递到了赵恒的手里。赵恒低头扒拉开那脏兮兮的帕子，然后就瞧见一块油炸小黄鱼的鱼尾巴躺在上面。我以为猫猫不会吃尾巴，就把鱼尾巴带回来了。所以你把猫不吃的东西送给你爹是吧？你当你爹是要饭的？阿宝不敢说话了。阿宝啊，洗洗手吃饭去，吃完饭呢，爷爷带你去宫门口看你张叔叔下跪。哎呀，真是可惜啊！哎，要是能带大丫和二丫去看看，那就好了。现在呀，很多人都去宫门口看他下跪，我看呐，用不了多久，宫里又得赶他走了。去，爷爷，我去。你说这张将军傻吧？他又一直在宫门口跪着，跪得整个京城都知道。我今天在街上还听见不少人说想要去那边摆摊儿，因为去看光景的人实在是太多了。就是可怜了两个娃，一直憋在家里。我看阿宝经常带东西给大丫和二丫吃。再看看吧，他自己不清醒，可没人救得了他。阿宝就过了一天的好日子，第二天还是乖乖的去上学了。去李壮的摊子上吃面条子的时候，又碰见了张将军。张叔叔，你又来啦，是不是很好吃哇？张将军嗯了一声。张叔叔，我要去上学，你要去哪里哇？我也去上学，
阿宝一脸疑惑：“你去哪里上学哇？”赵恒也不拦着阿宝，任由阿宝的好奇心在发散。张将军尴尬极了，赶紧低头，声音闷闷的道：“去宫里。”“宫里不好玩呀。”张将军实在是忍不住了，他蓦地抬头，一脸无语的道：“你能不能别叭叭了，赶紧吃饭吧。”“可是李庄叔叔还没做完哇。”“你能不能管管你女儿，别让她叭叭了。”“哎呀，这话说，那我能怎么办？我要把她嘴巴封住吗？啊？”张将军骂骂咧咧的啃了一口腌蒜。“阿宝，我媳妇儿做了炸油饼，下午给你带点来吧。你放了学来这里找我。”阿宝忙不迭的点头。张将军听见这话，赶紧朝着李壮看了过去。“啊，将军，大牙二牙什么时候好啊？”张将军干脆又闭嘴了。算了，他赶紧吃饱饭，然后再去宫门口跪着。阿宝在这天傍晚顺利的拿到了李壮给的油饼。就在他拎着油饼一蹦一跳往回走的时候，竟然有一队人来到了赵府。“老奴丞相府管家，求见赵将军。”“爹爹，有人想要见你哇。”“将军，我家老爷想要请您带上夫人和少爷小姐到府上做客，这是老爷送给贵府少爷小姐的2套砚台，请笑纳。”阿宝好奇地瞅着，赵恒只瞥了一眼，告诉你们家老爷，我答应了。林管家一听，开心极了，然后就带着一群人迅速地离开了。“爹爹，丞相家就是帕云那个小孩的家吗？”赵恒点头。“那我明天让爷爷帮我多炸几条小黄鱼。”阿宝已经开始盘算起来了。“爹爹，我明天是不是又可以不上学啦？”赵恒没有搭理他，径直走回了家。恰巧张将军也在附近，正好看见了这一幕。“哎，赵恒，你怎么能这么对孩子？人家跟你说话呢。”赵恒停步，回头瞅了一眼张将军，一脸嫌弃地嘀咕了一句。张将军眼睛瞪大了：“哎，你怎么骂人呢？”“是你太蠢，自己找骂，以后见我离我远点。”赵恒一直觉得跟蠢人说话容易变蠢。阿宝站在原地，歪着小脑袋问道：“爹爹，你刚才骂的什么哇？”“我骂他笨。”听见赵恒这样说，阿宝赞同的点了点小脑袋。“我也觉得张叔叔比较笨。”“妈了个巴子的，你们父女俩都嘲讽我是吧？”阿宝说完，赵恒就拎着阿宝进了赵家，也没有再跟张将军多说什么了。晚饭的时候，老药王腾的一下子站了起来。“什么？你要带阿轩和阿宝去林家？那个林丞相的名声臭死了呀！你们去做什么？”“爹，放心，阿恒他自然有这样做的道理，毕竟他甚少放任阿宝不上学，难得就让阿宝放了一天。”听见王车娘的话，老药王赶紧朝着赵恒夫妻俩使眼色。只见坐在一旁高脚凳子上的胖墩墩，此时正开心地哼哼着小曲儿，吃起饭来摇头晃脑，两颊鼓鼓的，显然是开心极了。老药王凑近，想要听听阿宝在哼什么。“开心开心，我上学开心，吃饱饱开心。”“哎，算了，我什么也没有听到。”“爷爷，明天你能给我炸几条大黄鱼带着吗？明天我就要去见那个总是说我听不懂的话的人啦。”“大黄鱼好像没有，不过你姥爷那边好像有些冻鱼，我给你炸了吧。”“只要是大的就可以。”“明天先去给你请假，夫子有可能不放人，倘若不放人呢，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去上课啊。”原本吃得香喷喷的阿宝顿时呆住了。所以在明天去书院之前，什么都不好说。胖墩墩都快要哭出来了，以至于这天晚上阿宝翻来覆去的都没有睡好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夫子确实不同意，而且还喊来了刘夫子。“赵阿宝，你背熟诗歌了吗？算好数了吗？你要旷课？你要去哪儿？”阿宝可怜巴巴地看向刘夫子。“刘夫子，我要去串门子了。”“串什么门子？给我回去上课！”阿宝眼瞅着就要掉金豆豆了。“爹
姐。赵阿宝，回去吧。阿宝扒拉着赵恒的衣服，死活不肯动弹。阿宝爹，您以后也不能这样娇惯孩子，动不动就请假。你看吧，不是爹不带你，是你平时不好好上课，爹想给你请假都请不了啊。夫子，刘夫子，我以后会好好上课的，你们今天就让我去转门子吧。刘夫子眼睛转了转，转身飞快地写了一张纸拿了出来，他递给了阿宝。你说的，人不能言而无信，你签字画押吧。以后要是再上课捣乱，乱吃东西，就1天假也不让你请。阿宝现在只想串门子，所以人家说啥他都答应。他踮脚，接过毛笔，很是熟练的在那张纸上画了一个猪头。赵阿宝，你在画什么？下一秒，刘夫子的咆哮声响彻了整个书院。半刻钟后，赵恒牵着阿宝从书院里走了出来。爹爹，刘夫子的声音比我的还大，我的耳朵到现在都嗡嗡的。哎呀，你不是还要改名叫赵胖大宝吗？啊，那个写起来更麻烦啊！你刚刚写赵阿宝就写了小半刻钟，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阿宝也不心烦，反正不管怎么样，他今天又可以不上学了。开心！我要回去找爷爷拿油炸大鱼啦。林府，赵恒一家4口到来的时候，林丞相早早的就带着林志清在府里等着了。又见面了，小胖墩。你好，鱼哥哥。鱼哥哥，我今天穿了这个鞋子，这个裙子，还戴着这个无手的。林志清顺着阿宝的胖爪爪看过去，只见阿宝的鞋子上绣着一条胖乎乎的鱼，裙子上也是鱼，就连捂手的上面都是绣着鱼的。他还叫自己鱼哥哥，他们俩也并不熟啊。要不是爷爷提前交代要对赵家的人和颜悦色，他此时都忍不住上前同这个胖墩儿理论了。阿宝啊，你不是还给这个哥哥带了礼物，拿出来看看。鱼哥哥，这是我给你带的礼物，是一条油泼鱼，可好吃啦。林志清皱眉，嘴里嚷嚷着：“唯女子与小人。”说到一半，一道很有威慑力的目光从旁边压了过来，一看是王春娘。林志清一句话都不敢说了。鱼哥哥，我爹爹都教我，你越害怕什么，就要面对什么，逃避是没用的。我不喜欢上学，可我现在天天去上学，这就是面对，对吧，爹爹？阿宝嘚不嘚地说着，赵恒夫妻俩也不阻止，甚至就连林丞相也不阻止。只不过小孩子的注意力很是分散，不容易集中。阿宝嘚不嘚了一会儿，视线就被林丞相的眼睛给吸引了过去。这个爷爷，你的眼睛好亮啊！哈哈哈！这孩子说话真是甚合我意。赵将军、王将军，可否进一步谈谈啊？赵轩，我要找你比试，我倒要看看，到底是谁厉害。哎呦，去吧。偏厅里，今日你我比试，倘若我赢了，你得让你妹妹别喊我鱼哥哥，也不准穿那些带鱼的东西来见我。自然，我带阿宝答应你。啊，你肯定比不过我哥哥的，我哥哥可厉害了，我哥哥能学100车，不像你连个鱼都怕。林志清刚要回击，阿宝自己已经掏出了肉干，开始啃了起来。说吧，今日找我们夫妻来，到底所为何事？老夫就知道找对人了。哎呀，也知道我这个丞相没什么实权，我们林家从我这辈翻身，没有丝毫底蕴可言。难得我这个孙儿读书极好，只是他性格太过自负，且被他爹娘影响的骄傲自大，在骊山书院其实树敌无数。所以我今日请你们来，是想让你们家孩子杀杀他的锐气。倘若他这样继续下去，日后林家势必要倒下。哎呀，
我只会干点投机倒把的事儿，也没多大本事，只能麻烦你们了。二位将军，看在老夫当年没有落井下石的份上，可否帮忙一下？林丞相说完以后，就朝着两人许诺道：今日以后，我会捐5万两白银给破山书院。赵恒夫妻俩还没有说话呢，前院已经传来了阿宝嗷嗷的大动静，估计已经开始了。丞相莫要忘了自己刚才的承诺，至于孩子们今日所作所为，也请不要放在心上。林丞相忙不迭的点头。偏听林志清同赵轩的比试，赵轩赢了。我哥哥太厉害了！怎么会？你不是自小长在乡野吗？你们身上所穿的是什么布料？与我相比如何？于哥哥，你管得真多哇！我身上所穿乃是江南绣方定做，一年只定做10套，其中3套都被我们林府所买，我娘1套，剩下2套都为我所有。你说的是琳琅绣房吧？倘若是的话，剩下的7件都穿在阿宝的身上。阿宝，给你于哥哥瞧瞧你身上这件。阿宝听懂了，胖墩墩快速地站到了阳光下，在阳光的反射下，阿宝袖子上的金线都闪闪发光。我爷爷是丞相，你们赵家如今并无一官半职。那我们确实比不过，毕竟我爷爷就是个普通的老头，我爹娘也很普通，比官职我们确实比不了。阿宝似懂非懂，阿宝也是普通的小孩，大孩，并没有很开心，怎么办？林志清往后退了2步，瘫坐在椅子上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毕竟对上这赵家的兄妹俩，他是啥都比不过。哎呀，志清，你坐着成什么样子？看看赵家的孩子们，果真是让人开了眼界。爷爷，我要去破山书院。你要去破山书院？是，我要去破山书院。我不认为我会比赵轩差，只能是这破山书院的夫子要比骊山书院的夫子厉害。爷爷尽力去办，你不要抱太大的希望。林志清无精打采地点了点头。今日准备了饭菜，孩子们打起精神来。我一定会赢过你的。于哥哥，我爹爹说了，人不能跟别人比较，要跟自己比。就好像阿宝，只要现在的阿宝比过去的阿宝多认识一些字，那就很厉害啦。你爹到底说了多少话？林丞相做事情当真是圆滑得很，就连跟小孩子们吃饭也是一样。饭间阿宝一直在埋头干饭，倒是赵轩时不时地回答几个林丞相的问题。你爹娘不给你饭吃吗？竟然饥饿至此。阿宝听见这一动静，抬头看了看林志清，他直接扯了扯自己金光闪闪的衣服。爹爹说过了，在外面吃饭的时候不能多说话，不礼貌。林志清被阿宝那金光闪闪的裙子一闪，气得坐在一边说不出话来。赵将军，你们夫妻俩真是会教育孩子。看看阿轩，比我们家志清大不了多少，竟然如此的优秀，当真是后生可畏呀。林丞相的好话跟不要钱一样，朝着赵恒夫妻俩说着。赵恒的视线瞥了一眼正在干饭的胖墩墩，他笑了一声，没说什么。爷爷，倘若我爹娘如同赵将军他们一般，说不定我会比赵轩优秀。哎呀，完蛋！看来找赵恒一家来做客的目的还是没达成。这孩子从来不会往自己的身上找原因，错的都是别人。赵轩为什么比他优秀？因为赵轩有个好爹娘。林丞相这么一想，林志清说的好像也没什么问题，他一时之间也有些迷茫了。于哥哥，你爹爹娘亲对你不好吗？对我挺好的，但是我爹娘从来不跟我一起，他们俩忙着舔呢，到处舔，是不是爷爷？林丞相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我知道，书院的人都说我爷爷的位置也是舔上来的，所以我才没比过赵轩。哎，你这个孩子呀，凡事从来不找自己的原因，
鱼哥哥，我爹爹也是这样教我的。阿宝没错，旁人不喜欢阿宝是他们不好。你爹既然也是这样教你的？是哇。阿宝啊，我们府上的蛋炒饭也很好吃，你要不要来一点儿？林爷爷，我吃饱啦，吃太多就不好啦，不能吃撑，要不然会吐的。从林府离开的时候，阿宝想要骑马，王春娘便一手抱着阿宝，一手握着缰绳，骑马离开了。说说吧，你觉得这位林丞相如何？哎，算了，还是晚饭时再说吧。啊，阿宝那个蠢蛋也应该听听，要不然呢，只惦记人家那蛋炒饭。赵轩点头，显然是赞同爹的说法。张府，爹，我今天在宫门口跪了1天了，你就带我去赵家跑一趟吧。你们说我不配当孩子爹，我总得去学学吧。张叔叔，你又变成我干爷爷的儿子了吗？张将军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来。阿宝，你觉得今天那个林丞相怎么样？饭饭好吃。爹是问你他人怎么样？他长得像老鼠。哎呀，阿轩呢？目的性很强，比较势利眼，一直跟我说话，阿宝说话就打断或者绕开，笑面虎，能照顾到每个人的情绪，应当是个心机深沉之人。你们说林丞相心机深？林丞相不就是个草包吗？靠着拍马屁走到那个位置，我最不屑的就是这种人。你是真蠢，单纯的拍马屁能走到那么高的位置？张将军看看张尚书，又看看赵恒，大家看自己的眼神就跟看傻子一样。迫不得已，张将军只得朝着一边的阿宝看了过去。阿宝默默地挪了挪自己的小屁股。挪什么？爹爹说笨会传染，我怕跟张叔叔一样笨。爹，你看啊，他们在家就是这样教育孩子的，你让我跟他们学什么呀？啊！张尚书没有搭话。从今晚起，我要跟你住在一起。我倒要看看你是如何教育孩子的。哎，等等，学费500两，为期3天啊！出乎意料的，赵恒并没有拒绝，反而还主动开了口谈条件。只是这500两对于张将军来说，无异于登天。张兄，你在外多年，竟然没有积蓄吗？我哪有什么钱呢？那么多需要帮助的人，他们上有老下有小，我……张叔叔，你到底是不是干爷爷的儿子哇？上有老下有小，不是指我爹爹这种吗？刘夫子说我爹爹不容易，要养好几个老头，还要养小孩。张叔叔不是跟我爹爹一样吗？就是少养了2个老头。你们是饱汉不知饿汉饥，我手里哪能攒下钱啊？甚至他还得跟张尚书要银子过生活。可是我娘亲跟我说，一个人如果穷的话，就要先管好自己；如果有钱的话，就应该帮助其他的人。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。一个娃娃都知道的道理，你竟然看不清？你有没有去追究过，那些需要你帮助的兄弟，有几个真的需要帮助的？他们其中大多是上面派来的探子。我们张家，只要我还活着，就不会允许张家出一个有能耐的武将，要不然，张家岂不是树大招风？哎，你在宫门口跪了那么久，皇上是个什么人，你还不清楚？爹，皇上还没见我呢，明日我继续去跪，其余时间来赵府学习如何当爹。阿宝那么点头发，扎个发髻就行。赵恒，你在干啥呀？赵恒给阿宝扎了2个小揪揪，又将旁边2个珍珠发饰给阿宝戴到了脑袋上。行了，洗手去吃饭。阿宝朝着张将军做了一个鬼脸，就迷迷糊糊的去洗爪爪。阿宝，今天书院是不是小考？你要是考得还行，爷爷奶奶带你去清河街玩。爷爷，
么知道我们要小考啊？我都没有告诉过你们。咱家就你一个上小学堂的，爷爷知道那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啊。哼，考不好的话，你爹已经跟你干爷爷说好了，到时候啊去张府补习。这里的饭都不香了。爷爷，什么叫考好啊？必须是甲等吗？老药王想了想，朝着赵恒问道：阿宝上次小考是不是乙呀？其他就是乙，文字课是丙，那不知道是谁的口水糊住了试卷，得了个丙呢。阿宝大气都不敢喘。考好就是，比上次好就可以了，不必是甲。晚上我们去接你，做你最爱吃的肉丸子。阿宝这才放心的吃饭，而一旁的张将军陷入了沉思。这个阿宝，赵家没有一个人当甩手掌柜，赵恒那么凶狠的一个人，竟然还给他闺女扎头发，而且他们能清楚记得孩子上次小考考多少。张将军再想想自己，似乎对大鸭二鸭爱吃什么都一无所知。爹爹，你们今天谁送我去玩？谁去送阿宝？反正我是没事的，我还要去送。我们也没什么事儿。赵府外传来一道中气十足的喊声：阿宝，老爷买了一辆新马车，送你上学。一听这话，阿宝眼睛一亮，嗷嗷的就朝外面跑了去。隔壁老岳头买了新的马车，他不是整天钓鱼吗？就为了送一个娃，你们就闹出这么大动静来。阿宝坐马车走，那赵轩呢？赵轩怎么去？张叔，我骑马驹去。林丞相家的那个小孩，今天是不是也要去找你啊？万事提防。我知道的，爷爷放心。说完，赵轩就出去牵马驹了。赵轩离开以后，张将军看了看天色，想了想道：我得先走了，我得去接着跪了。给你带点饭不？张将军在众人的注视下，重重的点了点脑袋。英雄，我得去找我妹妹去，给我妹妹送吃的。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，我倒要看看你是如何安排一天的。他非要把赵轩给琢磨透了才行。然后他就跟着赵轩的脚步来到了小学堂这边。林志清就发现了那个穿着普通的胖团子，圆滚滚的站在原地，一边摩挲着肚子，一边嘟囔着什么。阿宝！赵轩喊了一声，阿宝蓦地回头，立即朝着他跑了过来。爷爷交代了，不能多吃，只有这么2块。阿宝立即很护食的拿了过来。东西送完了，我们该走了吧？赵轩没有搭理他，而是朝着旁边的康康和大宝招了招手。中午放学，你们俩跟着阿宝一起，老爷带我们去喝羊汤。两人齐齐的点头。大宝，康康，我们来分点心吃。见此，赵轩这才带着林志清离开。真不明白，赵轩跟个老妈子有什么区别？还有赵阿宝那个小屁孩，上个学也能磕破衣服，还得让赵轩帮忙缝衣服。不是，那个胖墩儿到底知不知道他身上的衣服有多贵？他竟然穿着这样的衣服捉迷藏，都是身外之物。身外之物？你为何说得如此轻飘飘？赵轩没有再多解释。傍晚放学的时候，又是郑国公来接的娃。林家小子，你中午喝羊汤吐了，如今可缓过来了。我不像你们，竟然吃羊杂那种东西。我们今晚要去野炊，小子，你去吗？啊？羊肉的膻味还在口腔里蔓延。林志清想了想，还是咬牙点头。1刻钟后，郑国公拉着一群孩子到了一处河边。阿宝啊，你们再去搬点柴火过来。阿宝拉着大宝和康康就跑，但是看见林志清懒散地靠在一边，他哼哧哼哧的就跑了过来，一脸正气地朝着林志清道：于哥哥，你也得去。我凭什么要去？那么脏。干活很脏吗？你干不干？你怎么说话呢？3个娃互相看了一眼，上。然后众人就看见3个娃齐齐地朝着林志清涌了过去。林志清可不怕，他也是会点手脚功夫的。可真当打起来，他才发现自己毫无胜算。
自己的2条腿分别被一个娃给抱住了。阿宝那个胖墩儿使劲地扯他的裤子，他自顾不暇，眼瞅着自己的裤子都要被扒下来了，他只得认输。你力气怎么这么大？不是我力气大，是兄弟心在一起能断金子。这么笨，是兄弟齐心，其利断金。你才笨呢！我爹爹说了，只要我明白什么意思就可以了，不一定都要背出来的。鱼哥哥，你有兄弟吗？我可没有，我爹娘就我一个儿子，也不会再生其他儿子。儿子越多，以后争家产就越血腥。阿宝瞪大了眼睛，而林志清的矛头也朝着阿宝指了过来。他们都是独生子吧？只有你和赵轩以后说不定会为了赵家的财产争破头。一旁的赵恒也听见了这话，他没有插嘴，安静地看着自家胖闺女要如何说。鱼哥哥，那怎么办哇？你能把我哥哥塞回娘亲的肚肚里吗？把我塞过去也可以的。没有人注意到，阿宝说赵轩是塞回去，说自己是塞过去。你要明白，他不是你哥，他以后可是你的竞争对手。才不是呢！我跟我哥哥情同手脚，一个人不可以没有手脚的。那你要如何证明以后你和你哥不会大打出手啊？我为什么要证明啊？我爹爹说了，封建这种事情，你把眼睛挖出来就好了。你在说啥？林志清怀疑自己的耳朵了。阿宝一个深呼吸，下一秒，那鱼哥哥，你把眼睛挖出来就可以了。怎么光你爹说，你得会自己动脑袋。可是我爹爹说的都是对的哇，我娘亲也说，我哥哥也说，我姥爷也说，我爷爷奶奶也说，我干娘。阿宝跟念经一样嘚不嘚的在林志清的耳边说着。林志清放弃挣扎了，高贵的丞相府的孙少爷也开始跟着捡柴火了。只不过等到烤肉开吃的时候，林志清下意识的嘟囔道：为何没有人帮我切开？鱼哥哥，你拉粑粑也要人帮忙吗？你林志清简直要崩溃了。赵恒他们带着孩子们在烤肉的时候，跪在宫门口的张将军刚准备起身，大太监已经拿着圣旨走了出来。张将军，皇上有令，即日起你不再担任守城大将军。皇上拨了我的官职，从现在开始我啥也不是了，我没有用武之地了。天哪，皇上竟然不要我了，我的一腔热血该往哪里撒呀？张将军一边走一边掉眼泪。年少从军，到头来竟然落得这样的下场。相比较张将军的崩溃，张少书却松了一口气，他也赶紧让管家去通知大丫二丫，明天可以自由了。完了，阿宝又挨打了。大宝，阿宝是不是挨打了？阿宝不是说他这次小考考得很好吗？阿宝考得不错，就是认字的那张卷子上落了一滴油，夫子说闻起来是一股子肉味儿，说阿宝又偷吃了。爹爹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不敢了。算了，一时半会儿结束不了，咱们先去吃面条子吧。4个娃就这样成群结伴的去找李壮的摊子了。哎，你们等等我！赵家在收拾赵阿宝，他也不好一个人坐在那里吃饭。大丫二丫，介绍一下，这是于哥，于哥是林丞相的孙子。二丫也不认生。于哥，你是不是特别爱吃鱼啊？这大丫二丫应该就是张将军的2个儿子吧。几个娃就来到了李壮的摊子旁边坐了下来。梁康很是大气的给林志清也点了一份面条子。阿宝没来，挨打呢。李壮对此也见怪不怪了，也就不再问了。就在这时候，一个身形瘦弱的女子背着一个包袱，浑身狼狈的朝着这边走了过来。大哥，
敢问张将军张府是在这条街上吗？该如何走啊？李壮没有应答，他很警惕，尤其是在杏花街，很多人都不怀好意。二丫一听张将军，他刚要说话，嘴巴都被梁康给捂住了。梁康上下打量了一下这女子。你是谁啊？找张将军做什么？我哥跟张将军一起打过仗，不过他战死沙场了，我们家都死绝了，我只能来投奔张将军。你不会是来准备勾引张将军的吧？你这张脸擦一擦，瞧着也很不错。肯定是来给张叔叔当小妾的。你们看他的手指头，逃荒这么久的人，手指甲怎么会那么干净？你还是走吧，你这种人我都见过好几次了。我爹的2个姨娘都是这样上门的。要不然我们假装没看见，放他进张府，看看事情是不是这样发生的。也行，听我娘说，张叔叔也没什么钱，估计也养不起小妾。张叔叔也不会跟我爹那样卖字画，估计是养不起的。潦倒的女人以及2个丫一脸的懵逼。张将军的确没有钱，昨天来吃面还是赊账。要不然这样吧，我们把他卖到清河街，他这个样子像是弹琴唱曲的。你那手指头翻过来我瞧瞧，我看看有没有茧子。女人呆了1秒后转头就跑。杏花街这群孩子都是些什么鬼？别让他跑了，我倒要看看我猜测的对不对。林志清这话说出来以后，那个背着包袱的女人跑得更快了，哪里像是好几天没吃饭的呀。梁康和大宝对视了一眼，两人嗖嗖地朝着那个女人跑了过去。然后林志清就瞪大眼睛看着2个萝卜头将这个狼狈的女人。你们俩为何跑得那样快？因为我干爹经常带我们跑步啊。于哥说的不错，这人的手心确实有茧子。果然手心有茧子，一看就是用惯乐器的。看吧，我说对了，这个女人一脸的骚气，我一眼就能看出来。这些人我从小见多了。他爷爷很会敛财，但是不近女色，所以很多人都会往他爹身上扑。我也见多了。你爹也是个奇葩。于哥，你爹是什么样的人？比我爹如何？半斤八两吧。用俗话说，我爹就是个天。大宝在这个时候小声地说了一句：天硬狗。林志清的表情就跟吃了屎一样，但是他也没有反驳。康康，这个女的眼睛都要瞪大的不行了。女人显然已经是一副崩溃的样子了。她不知道几个丁点大的孩子竟然能将自己看得这么透彻，也能那么理智地看清自己的爹。说吧，是谁派你来勾引张叔叔的？女人摇头，死活不开口。直接卖去清河街吧，说不定他原本就是从那里出来的。我通知我爷爷的人，将他带去清河街。很快狼狈的女人就被带走了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件事儿，林志清获得了一些来自杏花街小孩的认可。于哥，你除了有点少爷病，人还不错。少爷病？对啊，这是药爷爷说的。药爷爷说不要有少爷病，别挑三拣四，没了爹娘我们什么都不是。林志清仿佛心口被扎了一剑。几个娃回到赵府门口的时候，阿宝已经背着小布包站在那里了。孩子们上车了。去书院的路上，梁康就将他们抓了一个女人的事情告诉了郑国公。听说那个女人最终被林丞相府上的人带走了。郑国公意味深长地朝着林志清道：你爷爷是京城出了名的周扒皮，传说你们家的驴晚上都得干点活。杏花街的人说话怎么这么直接？于哥哥，那你们家的驴岂不是很累哇？林志清已经后悔上这辆马车了。老爷中午来接你们，我待会儿去抓鱼，中午回来吃全鱼宴。林志清刚要摇头，于哥哥，你要直面吃鱼。以前我不会游泳，我爹爹都把我们往河里扔。等你以后没有东西吃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有鱼吃也很好啦。可是算命的说，我不能接触鱼，鱼会成为我一辈子的噩梦。康康，那个话怎么说？怎么说的？就是我们长大了变成什么样的人，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。
好像不太好记，我记不清了。我命由我不由天，孩子们不必惧怕任何，大胆往前走。阿宝在一边嗷嗷地欢呼。林志清回味着这句话，久久没有说话。此时的林志清也没有想到，也就是吃鱼的这天，夫子们宣布明天书院就要停课了，大家可以回家准备过年了。只不过这天晚上，当他们成群结队地回到杏花街的时候，远远的就瞧见一群小乞丐围住了张将军。哎，赵轩，你身上带银子没？借我1000。张叔叔需要多少？哎呀，越多越好。当他这话说出来的时候，大家都沉默了。于哥，你看见了吧？康康他爹是笨蛋，你爹是舔腚狗。于哥，你看见了吧？康康他爹是笨蛋，你爹是舔腚狗，我爹是特别大的笨蛋。直到二丫说话出声的时候，张将军这才发现了大丫二丫的身影。他一脸诧异的道：你们俩好了？张叔叔，刚才那么大老远我们走过来，你竟然才发现大丫二丫吗？还有这群小乞丐是谁啊？梁康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他们可不是小乞丐，他们的爹都跟我一起上过战场，如今沦落至此，我有义务要帮助他们。爹，你太笨了吧，他们肯定是假的。今天早上还来了一个漂亮的女的找你呢。自从这次装病以后，大丫二丫对自家爹的印象已经变成了笨蛋了。求求各位少爷救救我们吧，我们连饭都吃不上了，求求你们了。这群小孩年纪不大，应该也能卖个好价钱。确实，瞧着也不是特别瘦弱，应当可以卖个好价钱。赵轩是过过苦日子的，那时候眼里连光都没有，而不是像他们一样，虽然衣衫褴褛，但是眼睛泛着机灵的光。行了，我这就找人过来，全部带走，卖的钱咱们平分，如何？梁康和大丫二丫顿时欢呼着赞同。哥哥，你们怎么看出来的呀？阿宝，你还记得刚见我的时候我的样子吗？阿宝点了点头，他当然记得了。那你觉得当时的我跟现在的这群小孩，哪个更像是穷人？阿宝想了想，他觉得他应该是明白了。即便这些小孩都是贫苦孩子，可有人用钱买通了他们，所以他们也觉得有利可图，因此眼神瞧着也是不一样的。他们不是好小孩。你瞧瞧你们啊，变成什么样子了？你们仗着家里有点钱就这样欺负人啊？这样吧，我身上也没有钱，这是我之前买的一把剑，不便宜，我去当了，给你们钱。你们爹这不是笨吧？这不是蠢吗？你们不可以走！你们别逼我动手啊！张叔叔，你连大丫二丫何时醒的都不管，反而要朝着我们刀剑相向。阿宝，让路吧，让张叔叔走吧，等他没了利用价值，自然不会有人找上门了。阿宝转头去看大丫二丫。哥，你看康康，爹不在家，他过得也挺好的，要不咱也不要了？大丫想了想，没有说话，但是已经给张将军让出了位置。张叔叔，你卖完剑不要忘了也给李庄叔叔还账。张将军脚步一停顿，就带着一群衣衫褴褛的小孩离开了。张将军离开以后，我们可以雇些人也去找张叔叔要钱，这样还可以给他捞点钱，对吧？你有点损。嘿嘿，宇哥，我们彼此彼此。林志清白了他一眼。不远处，林丞相和管家看着这一幕。老爷，老奴好似还是第一次看见小少爷这样欢快。看来这步棋是走对了，希望这段时间他能学到点东西，免得日后活不下去。爹爹，爹爹，我放假了，我不用再上学啦！阿宝一回到家就嗷嗷地喊着，整个府里都听见了动静。阿宝是不是不知道啊？要不然先去吃饭吧，免得阿宝待会儿吃不下饭去。老药王赞同的点头。林志清瞅着这老夫妻俩嘀嘀咕咕的模样，他疑惑地朝着赵轩问道：你爷爷奶奶怎么回事？怎么看着像是不怀好意啊？赵轩没有搭理他。阿宝，我听我爷爷说，你明天要来我家补课了。
阿宝的嘴咧老大，还没有来得及收回来呢。乍然听见二丫这话，他一脸惊呆地回头看向二丫。你还不知道？我爷爷说了，康康和大宝大喜都来，于哥也来。我爷爷说，于哥爷爷已经给于哥交钱了。要奶奶，你今天有没有做地瓜饼啊？二丫喊完这个消息，就凑到了宋氏的旁边。宋氏看了看旁边快要哭出来的阿宝，又看了看眼巴巴瞅着自己的二丫，他只得起身去给二丫拿饼吃。这个二丫呀，主子，张将军在外求见。爷爷不要见，不见不见！张叔叔把买的剑都卖了，不要见他。赵恒，大丫在外面跟张将军闹起来了。你不是我爹，我不要你！你再说一遍！你把大丫放下来！阿宝看见这一幕，他直直地朝着张将军冲了过去。阿宝的力气实在是太大了，所以愣是被阿宝给撞得往后一个趔趄。你为什么要打大丫？为什么？你不是大丫的爹爹吗？姐姐不应该很喜欢自己的小孩吗？跟我爹爹一样。对上阿宝那清澈的眼睛，他看着被自己举在那里的大丫，最终还是将大丫给放了下来。张将军闹出这么大动静，所谓何事啊？倘若将军是来借钱的，那我们无钱可借。不过我倒是有个主意，可以为将军解忧。将军来救助那些人只是杯水车薪，还不如去跪求皇上，让朝廷拨款。将军觉得呢？张将军一听这话，眼睛一亮，迅速地转身离开了。坐在宫里的裴文帝表示真是晦气啊，给朝廷银两简单，可想要从朝廷的嘴里挖出银钱来，那简直是难于登天。张将军不清楚，他就一直跪，早上跪了，中午跪，可把裴文帝给恶心的不行。吩咐下去，让那些老弱妇孺都收手，别再去找他要钱了，免得再刺激这头蠢驴再来跪着要钱。是。话再说回阿宝这边，阿宝刚想美滋滋的睡懒觉，人又被赵恒给喊了起来，去张府补课。你们上午去，下午回来，咱们一起做炸油饼。有这种事儿吸引着，阿宝到底还是被赵恒带着去了张府。只不过在张府门口的时候，他们又跟张将军见面了。赵恒，多谢了。自从我昨日去跪过以后，那些孩子们再也没有吵来，应当是收到了朝廷给的补助。张将军主动跟赵恒道谢，觉得赵恒给他出的主意很好。阿宝哼了一声，不搭理张将军，因为张叔叔不是一个好爹爹。你怎知是朝廷发了补助啊？啊？你亲眼瞧见那些孩子们收了银子了吗？万一是宫里有人暗中把他们杀了，这样你就不会再去宫门口闹了。我竟没有想到还有这种情况，我这就去再跪。张将军着急的快步朝着皇宫的方向赶了过去。皇上，张将军又在宫门口跪着，说一定要宫中给一个说法，是不是将那些要钱的孩子给杀害了？找张尚书进宫，立刻，马上！张尚书原本正在给孩子们讲书呢，接到圣旨以后，只得进宫。大丫，我们是不是不用上课啦？赵阿宝，你要是不想屁股开花，就给我麻利的坐下。宫里，裴文帝看着跪在地上的张尚书，你刚才说什么？皇上，请您饶了犬子吧，他如今无官无职，脑袋也蠢笨，老臣也已暮年，只想一家人团聚在一起，绝不会掺和朝中之事儿，请皇上饶了他。那你敢保证他不会再隔三差五的来宫门口下跪？你们当真以为朕不敢要了他的脑袋？哼！皇上，他一腔赤诚，只要您饶了他，老臣保证他永远不会再来宫门口闹事儿。良久，裴文帝终于点了点头，确实是个蠢材，没有必要再折腾了。张尚书前前后后也就半个时辰，等他回来的时候，
就看见其他孩子都安静地坐在那里，只有阿宝笔直地站着，小脸憋得通红。阿宝，这是怎么了？坐下，我们继续讲书。张爷爷，你还是自己来看吧。张尚书抬脚走了过去，就看见阿宝的凳子上直直地插着一把小匕首，跟爹整的。真是下刀划屁股，开眼了。张尚书深深地看了一眼那倒插在凳子上的小匕首，最后也只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他避开了阿宝那可怜巴巴的眼神，自顾自地去讲书了。林志清跟着赵轩坐在后面。起初林志清是有些怀疑的，因为他觉得这是张尚书在教小孩，自己可是跟大孩子一样了。可是当张尚书让他们放下书本跟着出去的时候，他终于察觉到了不对。张尚书显然不是一个能坐得住的夫子，他会带着孩子们走遍大街小巷，通过真实的走访去告诉孩子们什么是百姓们的艰辛，什么叫知屋漏者在雨下，知正师者在田野。就连阿宝在跟着转了几天后，都对一些诗有了更深的了解。瞅什么？不想吃了？丽丽姐辛苦。哎呦，阿宝今天有点厉害，真让人是刮目相看呐。阿宝嘿嘿地笑了一声，这才开始埋头干饭。少爷以前不是从来不吃这些菜饼子的吗？今天怎么也吃了一个呀？耀爷爷，你也应当对我刮目相看了。那天炸油饼，我也下手炸了。今天下午你们还去张府吗？今天下午干爷爷带我们去卖炭的。去吧，没想到老张头竟然还有2把刷子。阿宝，听听，你爷爷说话多酸呐。阿宝听不明白奶奶的话，他就努着小鼻子凑到了老药王的身边，努力地嗅着，可是始终都没有闻到酸溜溜的味道。没有啊，没有酸溜溜的味道啊。一桌子人全都忍不住笑了起来。腊月20这天是林志清要离开赵家的日子，管家来接他的时候，林志清一脸的不情愿。管家，你跟爷爷说说，小年我再回去吧。小少爷，老爷说了，今天必须回，有要事儿。林志清无奈，他已经对赵府、对杏花街生出了留恋的想法。管家爷爷，我爹爹说等于哥哥吃完中午饭再回家，你待会儿再来接他吧。管家朝着前方的花厅看了过去，就瞧见一道颀长的身影站在那里，不是赵恒还是谁呢？对对，吃完午饭再走。说着，他扯着阿宝就朝着小花厅跑了过去。花厅里，林志清发现今天的午饭似乎比平常隆重了许多。爷爷，有我爱吃的小丸子吗？有藕片吗？当然了，我奶奶亲自做的。于哥，等你回来后，我们会去丞相府找你玩的。耀爷爷说，你爷爷说要带你出远门。林志清这才记起来，爷爷确实说过，今年好像要回趟老家的。志清啊，你是个不错的孩子，这荷包里呀，是一些比较好的菜种子，回老家的话，可以当礼物送给老家的亲戚们。林志清点头。好了，该吃饭了吧？于是，一堆人吵吵闹闹的就开始吃了起来。于哥哥，等你从老家回来，我们去找你玩玩。林志清重重的点头。管家拉着马车走到杏花街街口的时候，突然被李壮给叫住了。林少爷，这是我娘子做的腌蒜，你要是不嫌弃，就拿回去吃。这要是放在往常，林志清连看都不会看的，可是今天他很感激地抱在了怀里。腊月23小年，京城下了一场大雪，也就是在这一天，在京城屹立了20年的林丞相府被查抄，罪名是卖官鬻爵。鉴于林丞相将几十年所得全都献于皇上，林志清的父母死罪，林志清和林丞相免于死罪，爷孙俩被流放西北。赵府听说是这个林丞相
主动跟朝廷自首的，而且听说献出去的银两数目庞大，甚至补了国库的亏空，所以才免了死罪。他送孩子过来的时候吧，想必已经有了这个想法，怕他自负又懦弱，以后活不下去。阿宝靠在宋氏的腿边，他听不太懂，只知道于哥哥要去一个很破的村子里生活了，跟他们家以前一样。姐姐，给于哥哥。京外茫茫大雪，身形单薄的小少年林志清见到了赵府那个叫做毛13的暗卫。这是我家大小姐让属下交给你的。大小姐给了一把，但是主子说林少爷应该不会全要，只留了这些，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见吧。老夫人给的菜种子，少爷也请好好的利用。我知道，帮我谢过他们。哎呀，是爷爷害了你，爷爷不该纵容你爹娘卖官鬻爵。林志清没有说话，只是将一罐子腌蒜拿了出来，朝着林丞相问道：爷爷，腌蒜吃不吃？吃，这味道瞧着应当就不错。就在小年后的第2天，赵恒收到了消息，江亭一行人几经波折，终于到了京城。娘亲，这么早去哪里玩？去宫里。一听要去宫里，阿宝直接没了精神。他不喜欢去宫里，他要接着睡觉。阿宝，快醒醒，我们要去接阿婷了。阿婷是谁哇？你的阿婷哥哥呀，你忘了？只记得小肉干了吗？听见小肉干，一个模糊的身影才逐渐的出现在阿宝的脑海里。赵伯伯，让你大哥给你换身衣服。阿婷，好久不见，换身衣服再进宫。就在赵轩帮忙给他换衣服的时候，阿婷，你奶奶做的尝尝啊，免得去宫里饿肚子。宫里可不是人待的地方。江婷笑，只是还没等到接过那肉饼呢，一个胖乎乎的小爪爪也有样学样的伸了进来。小哥哥，我要肉饼。待会儿再吃，先让他吃完饭。老药王直接把阿宝的手给拍开了，至此萦绕在江婷心头的担心完全消散了。还是熟悉的人，沈正就眼睁睁地看着几分钟后，一个穿着崭新、发髻整齐干净的小主子，他还很斯文地在啃肉饼。你是我们阿婷的护卫是吧？你也吃一个，自家做的。宋氏也在这时候朝着沈正递了一个肉饼。大太监无语地看着这一切，他走上前朗声道：请北周王入宫觐见。知道了，你没看孩子才多大呀，千里迢迢的，饭都不让人吃一口，传出去还以为你们宫里虐待人呢。阿婷啊，爷爷还给你带了菜饼，也吃一口啊，这宫里可是不管饭的。娘的，阴阳什么呀？小哥哥，还有果果。对了，汤婆子也带一个。我瞧你手上都生冻疮了。进宫快去快回，我们在宫门口等你啊。晚上啊，咱们回家吃锅子。我喜欢吃锅子。请北周王入宫觐见。大太监不耐烦的又喊了一声，下一秒，一个苹果核精准的扔到了大太监的嘴里。他娘的，哪个缺德的？姐姐，你之前不是说要享受缺德人生？那这个公公为什么骂人缺德哇？想不到赵将军背后里这样教育孩子，如此教育，就是树苗也得弯了。哎呦，您了在说什么笑话呀？这论缺德，公公也是一把好手啊！赵某自愧不如啊！姐姐，赵某是谁？赵某？哎呀，你们别催了，他才多大的孩子，让人吃个饱饭又如何呢？孩子，北周沈家多么难啃的一块骨头，姓沈的死之前费了那么大力气，给一个娃整了个北周王的称号。谁还敢说这个娃是个普通的小孩？从北周到京城千里迢迢，宫中派了多少人暗杀？虽说沈家的暗卫几乎都被解决了，但是赵恒这个老狐狸竟然暗中派人支援。
以至于这个孩子还是活着来到了京城。别怕，我们就在宫门口等着你，要是有人敢动心思，咱们也能救你出来。姐姐，那个公公他们不会缺德吧？你才缺德呢，你们全家都缺德。哎呀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他们要是把阿婷留在宫里边，咱们就跟你张叔叔学，长跪不起。要是赵家这么大一群人跪在宫门口，皇上的头级估计得加重了。晦气！大太监暗自骂了一句，快步带着人进了宫门。大太监他们离开以后，阿宝坐在马车的前板上，他晃着小短腿儿，继续朝着赵恒问道：姐姐，我们真的要跪吗？你不是说小孩腿下有金子吗？跪什么跪呀？我让你上学的时候，你怎么没这么听话？爹爹真凶，我今天不让你当我爹爹了。阿宝瞪了赵恒一眼，哼了一声，赵恒也就失去了一天的当爹权。我今天要吃锅子，要吃肉肉，还要吃炸的肉，还要喝。赵恒看了他一眼，没说话，任由他嘚啵嘚的自顾自地说着。阿婷这次能在这里待多久啊？最晚元宵节。阿婷早些返回，有些人呢也好早些在他返程的路上动手。这孩子能不能安全回到北周都是问题。真不要脸呢，这些人居然连一个孩子也不放过。不过北周那边是家大业大，他们会听从阿婷的吗？阿婷在北周的日子会不会过得艰难呢？那边的人还算忠心。说起来，阿宝他临沂也没回来。留在北周对他来说是最好的选择。若是长途跋涉，他或许经不住那么多暗杀。我知道依依，依依给我的大口袋好看，还大耳朵。娘亲给我缝的都露钱，哥哥缝的也不露钱，爹爹没缝过。阿宝嘚啵嘚的又开始说话。王传娘侧身假装没有听见。也就是在这时候，江婷带着沈正被一群人给护送了出来。远远的，阿宝就看见了江婷通红的眼圈。小哥哥，谁欺负你了？你怎么哭了？没事。阿宝立即瞪眼看向一旁的大太监。公公，你们怎么欺负小孩哇？你们缺德！哎呦，老奴可不敢呐！分明是北周王在宫里哭了一上午，皇上什么都没问，他就开始哭。听见这话，一旁的江婷又开始哭了起来，显得人更加的可怜了。大太监一听，立即带着人头也不回的离开了。真糟心呢，这孩子是真能哭，那哭的皇上头级都翻了。从皇宫回杏花街的路上，又是你给出的主意，对不对呀？小孩子哭很正常。别解释了，肯定就是你怂恿着阿婷一直哭，所以啊，皇上才嫌烦，就放了阿婷。不过说实话，我们阿宝哭起来更吵吵，是吧，阿宝？爷爷，让我哭可以，但是我要收钱的。我要100个铜板。哎呦，阿宝啊，出息啦，还涨价了呢啊！以前在村里可不是这个价钱呢啊！哼，我长大了，哭得比之前更大声，所以要收更多的铜板。你个财迷，我问你啊，要是有人给了你一个金锭，让你跟他走，你走不走啊？我不跟不认识的人走。嘿嘿，不错不错。小哥哥，你在北周也要上学吗？从早到晚。我也是。当小孩真难玩，我想跟爷爷一样当老头儿。老药王伸手捏了捏他的腮帮子，没好气地问道：当什么老头啊？老头头。知道小人参真相的赵家人无奈地扶额。那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，别小看老头好不好？小哥哥，你在北周的家里有老头吗？
这些奇奇怪怪的问题并没有让江婷觉得心烦，反而又将她拉回了在村里的日子。所以等回到赵家的时候，阿宝已经一口一个小哥哥了。这个江婷笨不笨啊？太笨的话，咱们不能跟他玩。唉，亲爱的儿子，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数啊？笨的到底是谁呀？你们一群也不是聪明蛋呢。阿婷可聪明了，读书最好了，比我聪明，也比阿宝聪明。阿婷是我们村最聪明的小孩。看在他这么聪明的份上，我们以后带他玩吧。听说那孩子如今无父无母，你们要对他热情一些，友好一些，也不要提这些事儿，记住了吗？大丫和二丫率先点头。那就这样说好了，咱们待会儿在干爹家门口集合。赵府门口，江婷从马车上下来的时候，就看见赵府的门口排排站了5个小男孩。欢迎来到杏花街。江婷下意识地回头，要去看赵轩的方向。除了大宝和大喜，这3个小男孩他并不认识。耀爷爷，今天中午吃锅子是不是？我们也带了好多吃的来，走吧走吧。说这话的时候，梁康都不等江婷说什么，拉着江婷就进了赵府。阿宝，你也快点跑啊！我娘给我带了新鲜的蒸糕，别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。阿宝胖乎乎的一坨，哼哧哼哧的跟在后面。这群孩子最近是不是又去哪里学了些骂人的话？见江婷的性格有些内敛，你快吃啊！这家蒸糕可好吃了，阿宝都已经吃了好几个了。江婷道谢，这才拿起来一块。江婷吃东西也是慢条斯理的，梁康以为她还是拘谨。唉，要是我爹那些姨娘还在就好了，我可以带你去看热闹。但是我爹现在正在守坟，姨娘们也都走了。江婷，你要看爹吗？我爷爷说我爹挺笨的，你可以来我家看我爹，是吧哥？哼哼，我爹应该是杏花街最笨的爹。就这样，江婷就被这几个小孩迅速地拉入了自己的阵营。阿婷，今晚你和我们一起去康康家睡觉吧，康康家的炕比大宝家的大。去吧，会有暗卫守着，安全。我们家也有暗卫的，来我家睡觉。你们都去玩，我也要去跟干娘一起。阿宝可不想被落下。张爷爷说明天还要带我们出去，阿婷你一起来吧，张爷爷肯定会喜欢你的。大丫二丫在一旁疯狂的点头。行了，这才中午呢，你们就把明天的事儿都安排好了，快点吃饭。老药王在一旁招呼几个孩子们，至于大人们则是在讨论筹备过年的事情。我定了清河街的位置，那天晚上有烟花，可是花了大价钱呐！到时候带孩子们去。行，但是年夜饭还是得在家里吃，吃完饭再去看烟花。那当然，咱们一家人肯定要在一起吃年夜饭的。我们也是一家人，我们情同手脚。一群小孩们也勾肩搭背，一时之间屋子里好不热闹。